苦楚之战第10章，东瀛索赔去。第1集，林浩恩携妻女从上海江湾机场搭乘中国空军运输机飞日本，在美军控制的原日本海军航空队后木机场降落。航勇半岁时，一天傍晚，林浩恩回家对妻子说：“宝慧，我决定换工作。”林教授想去哪里高就？正在给航勇哺乳的严宝慧问丈夫：“还记得在咱们婚宴上，孙老师说国府派人赴东京的事吗？”“记得。”“林太太想不想随夫去东京，向日本人讨债？”“我不想去日本，刚从重庆搬到南京，好不容易才安定下来，又要搬家，还是搬出国，孩子才这么小。你怎么忽然要换工作？”“据可靠消息，中国又要进入战争状态了。这次可是 Civil War 内战，打起来说不定比抗战还残酷。比起被炮弹打死打伤，搬家算什么呢？我已谋得赴日索赔代表团航空专家职位。眼下东京比南京安全得多。去东京既能躲避战乱，又能饱览异国风情。记得你说过想看日本樱花，我带你看个够。”“先生，你决定了吗？”“是的，太太，决定了。听命胜于献计，顺从胜于供养的之由。事已至此，我除了顺从你，还能有什么出路？”“你真是我的好太太。顺服丈夫的女人有福哦，少吃很多苦。咱们快收拾东西，准备搬到东京。”他边说边吻了吻她的额头，又亲了亲女儿的小脸，就取出行李箱，打开衣柜，收拾行李。在中国内战即将打得不可开交之际，林浩恩得到以航空专家身份随国民政府代表团赴日本东京索赔的差事，和女儿暂离战争状态的中国。这时二战已结束快1年，英美等大部分盟军参战国进入裁军和战后重建时期。轴心国军队解散，战犯在盟军设在各地的军事法庭等候审判。中国8年抗战刚结束时，天空透过短暂的和平之光，不久即被内战阴云遮蔽。日本投降不到1年，中国爆发第2次中原大战。交战双方分别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军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野军。林浩恩目睹民国以来战乱连连。上次中原大战，
发生在16年前。交战双方分别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军，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领导的地方军。那时浩恩年方20出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攻读科学书。但如今经过死里逃生的磨难，拖家带口，年近不惑的他，遇事不再轻信报章，而是冷静周全思量。他心里并不想去日本，但也不愿卷入内战，从而促使他决定带妻儿去东京。中国军事代表团已先到日本，他随索赔技术专家随后动身。赴日之前，浩恩一家先从南京乘京沪线火车到上海，回林密园老宅与父母告别。因女儿杭勇身体不适，浩恩就把她留在林密园，让父母照看。他和宝慧二人去看徐永道的母亲王香平，向他话别。日本投降前夕，王香平原先在保罗部路居住多年的小楼被房东顾尔林卖给新房主。搬家前，适逢有人要转让距离保罗部路不远的衡山路佐治亚公寓7楼一套一间卧室，带阳台、厨房、卫生间、小饭厅的单身公寓。王香平用大部分积蓄一次付款买下这套单身公寓，移居此地。严保慧与林浩恩在重庆举行婚礼之前，写信告诉王香平，她将出嫁，并在信中说，未来的丈夫林浩恩主动提出将来和妻子一起为王香平养老，皆来同住。时年56岁的王香平回信说，自己身体尚健，还能继续在天主教会办的广慈医院工作，等退休后再决定是否与他们同住。其实王香平从心里不愿成为别人的累赘。以前他曾想过把严保慧当女儿一样嫁出去，将来指望保慧夫妇养老送终。然而不到万不得已，王香平绝不想寄人篱下。严保慧自那年从上海去香港出差办理英仪大药房的业务，不幸遭遇珍珠港事变后，日军攻占香港，不得不逃往重庆。之后一直没有得着机会再回上海看王香平。一别5年，保慧这次在佐治亚公寓看到快60岁的王香平，灰白烫发，依然整洁有型，只是眼神没有了5年前的清澈，眼角也都出不少皱纹，心中感到凄楚，不禁又想起10年前殉国的未婚夫徐永道，王香平的独生子。林浩恩随妻子称呼王香平妈妈。王香平见林浩恩称自己妈妈，心里很受安慰。他趁浩恩去洗手间的功夫，对保慧说，当年在会中饭店，你与永道的订婚宴上，我见过林浩恩，
那言谈举止看上去和甬道竟有几分相似。我看得出他对你好，你有好归宿，甬道在天上安息，我也欣慰。你放心同他去日本吧。妈妈，我们只是暂时去日本，还会回来的。严宝慧对王小平说。宝慧这么说时，自己也无法预料，他和浩恩这次从上海去日本后，下一站会是哪里？日本投降后，日军所冻结的盟国在华银行账户启动了。林浩恩、严宝慧从上海起飞前，托人把宝慧以前存在英国人开办的汇丰银行2800美元工资取出，准备带到日本。宝慧要用这笔钱交学费，入读早稻田大学 Waseda University 教育学博士。他想用随夫暂居东京这段时间，学一门将来回国任教用得着的专业，顺便把日语学到精通的水平，好让日本人明白福音的奥秘。他在美国拿的社会学硕士成绩单上有2门教育学课程，教育学与社会学有相通之处。能得到早稻田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将来回南京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书，能开好几门课。他想后半生从事教育和社会学教学研究，著书立说，用学到的社会学教育学理念推动中国进步。浩恩听到妻子去日本后的读博打算，就打趣对他说：林太太，3年后我需改口称你严博士，让别人称我严博士的先生。林先生，无论我拿什么学位，终身是林太太。先生放心。宝慧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太太如此说，我心甚安啊。不过林先生，我也不是非读这博士不可，若先生不喜欢家有博士妻，我就不读了。宝慧认真地说。家有博士妻，这可是让林家光宗耀祖的事啊，我岂有不喜之理？浩恩也认真地说。林先生既支持我读博士，要有支持的行动啊。没问题，我承担家务，把女儿送到美国教会在东京办的幼儿园，你只管专心读书。林太太，这样的安排算不算支持？浩恩说。严宝慧以感激的眼光看着丈夫，点了点头。她越来越发现自己的丈夫林浩恩看似书生味十足，实则内心宽广强大。如果他也受过军事训练，英武绝不亚于徐永道和陈本夫。婚后，他对林浩恩敬重有加，温顺贤良，尽妻子之道。而林浩恩对他的珍视和爱慕也与日俱增。两人保持多年形成的对彼此的尊重和欣赏。
林浩恩对于能娶到仰慕多年的严宝慧很知足，他每日陪伴她，他就很满意，对她并无奢求，没有指望他为他做什么。3天后的清晨，林浩恩一家同其他赴日索赔专家并家眷，从上海江湾机场乘中国空军大型运输机直飞日本。8小时后，在美军控制的神奈川县原日本海军航空队后木机场降落。后木机场距离东京60公里，盟军总部派专车来接他们去东京。林浩恩夫妇沿途发现，日本虽经2年战后重建，但从机场出来一路上的废墟感扑面而来，战争痕迹随处可见。坐在车里的严宝慧看到一处处断壁残垣在眼前晃过，路上还能看见穿无领章破旧军服的日本男人，没见到以前在上海画报刊登的衣着光鲜亮丽的日本达人。东京市区小街时不时有浓妆艳抹招揽生意的风尘女子，踩着小碎步凄凉地走过。街头卖旧货的地摊星星点点铺在地面。今天就到这里了，多谢各位收听、收看、订阅。